各位朋友，世界各国的媒体呢，现在基本上都说呀，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啊，拿着一份这个情报评估情报忽悠川普，说只要是把这个哈梅内伊给干掉了，伊朗呢政权马上就垮台了，这个川普上当了。其实呢，除了以色列之外呢，这些圈坑川普的啊，对，围起圈来坑川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川普打伊朗应该是已经是失败了吧？那川普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完球蛋了。他的支持率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上的统计啊，只有36%了，这是最低的总统的支持率了。川普的政治生涯完蛋了，他是被谁坑了呢？当然，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算第一大功臣，但是呢，还有别人。那这次呢，这个川普呢，可能是觉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了吧？他在这个他自己的媒体上，他自己出来说，那不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啊，让我打的伊朗，是我自己想打的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说。他真正的被搞下去的那一天，他就该把这个责任推到身上的这些佞臣身上了。那这些佞臣都有谁呢？咱们先看看现在这个所谓的跟伊朗的谈判，伊朗现在都没松口，伊朗说谈个毛线，我不跟你谈。一会儿呢，川普说万斯呢现在已经到了巴基斯坦了，但是呢人家美国的媒体说万斯这不还在那儿呢，没走呢吗？是吧？一会儿呢，这个川普呢又威胁伊朗，你不谈判，我就把你炸光了。美国和伊朗为期2周的停火即将到期，关于新一轮谈判能否举行，美伊双方仍旧各执一词。20号，美国方面一边宣布谈判团队将参加谈判，另一面继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美国媒体表示，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内的美方代表团正前往巴基斯坦参加新一轮美伊谈判。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将远远好于2015年的伊核协议。如果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他愿同伊朗领导人会面。特朗普同时表示，他7号宣布的为期2周的停火将于华盛顿时间22号晚上到期。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他几乎不可能再延长同伊朗的停火，到时就会有很多的炸弹爆炸。另外，在协议达成前，美国不会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预计21号才会从美国华盛顿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参加新一轮美伊谈判。知情人士同时表示，谈判计划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不过，由于美伊双方持续公开发表激烈言论，当前的局势仍然充满变数。这次谈判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伊朗这边已经铁了心要把美国这个裤衩子给脱下来美军的裤衩子伊朗已经缴获了，这次呢要把川普的裤衩子给脱下来打。好吧，那这次呢我就给大家呢来盘点一下啊，除了以色列之外，在川普身边圈坑他的这些佞臣都有谁？这些人呢对川普是这么说的，你打伊朗你就会超过里根的功绩，你不打伊朗你连奥巴马都不如这就是让川普虚荣心爆棚的这个说法，关键的论调。美国存在着一个精神病的鹰派集团就是动不动就对中国使核弹的那个鹰派集团，911之后就成立了，存在了很久了。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呢强烈要求对中东进行军事干预的外交鹰派集团，牵头人就是川普最亲近的盟友共和党的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这个林赛·格雷厄姆也是一个疯狂反华的老棺材板子神经病
他是川普的高尔夫球友，他鼓动川普也最方便和最私密，打球的时候嘛，川普呢一直以来的不愿意军事干涉中东，甚至呢十分厌恶对中东进行军事干预，称之为无尽的战争。他在2025年5月在中东发表演讲时也断言，干预主义者所成就的只是毁掉国家。可是不到1年，他的态度为什么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先是12日战争，后来2月28号以来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为什么呢？都说是内塔尼亚胡挖的坑但是呢，内塔尼亚胡是一个重要因素，也不是完全的决定性因素。最关键的还是川普的虚荣心和身边的这群鹰派的怂恿为什么川普有这个心态呢？川普还有2年就下台了，他最迫切的是不是要在史上留下政治遗产可是他似乎什么都没干成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泡汤了让他疯狂和骄傲的关税被最高法院判定违法，跟中国打关税败得一塌糊涂，还剩什么呢？就剩下绑架委内瑞拉总统的那一点点虚荣心了。内心深处他可能萌生了无限复制的幻觉，可以复制到古巴，当然可以复制到伊朗。从那个川普的虚荣心来剖析呢，对吧？所以说那个老疯子们就可以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了，是吧？那个林赛格雷厄姆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他曾是空军军官，经营这么多年所以说这个中东的军事干预的这些鹰派全被以色列给游说了多年了，终于联合一起碰到了川普这么个家伙。所以说这个林赛多次跟内塔尼亚胡见面，然后利用跟川普打球的机会鼓动川普，起到了内塔尼亚胡难以起到的作用。内塔尼亚胡忽悠川普只要开打，伊朗内部必定起义，推翻伊朗的政权，但这不足以让川普改变自己武装干预的想法。真正让川普动心的是他身边的这一群精神病的鹰派对川普说，你打了伊朗，你可以超越里根，伊朗的崩溃与苏联解体具有同等的分量，能够在中东引发千年一遇的变化。我的天哪，这简直对川普就是天降祥瑞呗还有更肉麻的呢，前陆军上将杰克基恩忽悠道，说伊朗政权日趋衰败，眼下正迎来历史性的良机，如果动用武力能够为中东带来持久和平，那么将成为决定性的功绩。还有另外一个大忽悠，是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马克蒂森在美国袭击伊朗以后，他进一步的把川普捧上神坛。他说川普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从加拉加斯到德黑兰都将为他树立铜像。这川普还不得直接起飞飘上天听到这些那川普呢立刻上帝感立马爆棚了，我就是那个全能神他竟然发布了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的图片，后来骂声太大，他自己又偷偷的给撤了。大忽悠们是真正抓住了川普的特质，只要忽悠到位就一定事半功倍。你可别认为单纯的这帮大忽悠只是极力的捧川普，他们还从相反的方向吓唬和刺激川普。他们说如果对袭击伊朗犹豫不决，你就不如奥巴马。那这句话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拿住了川普的命门。
你要知道，川普心里边他自己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啊，要上那个总统山的人呢，对不对？他自己都要求把自己的头像刻上去啊，跟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一块儿在那个山上。在川普的嘴里边，拜登是历史上最烂的总统，排在拜登后边第二烂的就是奥巴马了。不仅如此，川普一直批判奥巴马当年放弃对所谓的涉嫌使用化学武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是过于软弱，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2015年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是变相允许伊朗一定程度的浓缩铀是危害极大。正是在这种认知下，他在第一任期2018年单方面退出了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川普这么怕被说不如奥巴马。你要知道，这对川普的形象和政治遗产是最致命的毁伤啊！川普所以被理所当然的请君入瓮，过尔顿王八了。这帮精神病的鹰派大忽悠忽悠川普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啊！格雷厄姆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公开承认，为了游说川普，他与几位评论家结成了团队，组团忽悠。你看前面提到的杰克基恩2003年退役，一直在共和党内部拥有不小的影响力。2007年他曾力挺小布什总统增兵伊拉克他们都了解川普最爱看美国的福克斯新闻，那么这个基恩就频频现身福克斯新闻，发表对伊朗政策的看法，用以影响川普。那个马克蒂森曾在2000年代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演讲撰稿人，是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所以呢，格雷厄姆擅长利用他煽动舆论的特点，与之保持密切合作，一起忽悠川普。一个说法流传甚广，在美国和伊朗谈判要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川普的总统的中东特使阻止了协议达成。于是呢，川普突然对伊朗开战，而在格雷厄姆的讲述中，是他立刻警告川普勿忘伊朗是恐怖分子，也是骗子，不知道这个是为了抢功还是为了炫耀他的影响力，他才透露这样露骨的内情。总之吧，是川普最亲近的一帮人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共同掌控了川普的决策。这帮人呢，对他开展了心理战。那么终有一天，川普的政治生命结束，这些人会不会遭到提前的清算呢？这些日子，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被民主党发起了弹劾，有6项罪名，犯有战争罪、滥用职权、鲁莽处理敏感信息，对吧？那么这个共和党议会的多数肯定是通过不了。一旦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或者是川普离任了，不光是赫克塞斯，甚至川普本人可能都难逃追责呀。这帮大忽悠，在川普意识到自己被他们忽悠的可能一命呜呼的时候，政治生命呜呼的时候，会不会提前把这几个小子给，是吧？完全是有可能的，各位。且有乐子看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